好，我是 Hera，这是思维。Hi Hera，嗨，大家好。嗨，今天我们来接着上期说一下关于 Nebula 的部署。目前 Nebula 有各种各样的部署方式，我们希望通过这一期的视频，帮你找到适合你的情况的部署方式。那么接下来我们请思维为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不同的部署方式。Nebula Graph 的社区提供了多种多样的分发和部署方式。我们怎么样从这些部署方式中选择最适合我们的呢？我们可以从回答这些问题开始。我们是否要容器化部署？是否考虑使用 Kubernetes？ 是单机还是集群部署？我们要用二进制包直接安装，还是要从源码编译？我们是要测试快速尝鲜部署，还是要为了生产环境而部署？如果我们考虑容器化的话，那么我们是否用 Kubernetes 呢？如果答案是是的话，我们有两种选择，一个是用 Helm chart 的方式部署，一个是用我们有抽象 CRM 的 operator 部署。我们看我们的团队的考量就可以了。那如果是使用 Docker 部署的话，那我们也分单机还是多机的情况。如果是单机的话，我们就用 Docker Compose。Docker Compose 也是我们那种第一次尝鲜最方便的方式。我们可以在我们的笔记本里用 Docker Compose 拉起一套 Nebula 的集群。如果我们要多机 Docker 部署的话，我们也有 Docker Swarm 的配置，在社区里边可以大家使用。那如果非容器化的情况的话，我们要看我们的环境是支持 RBM 和 Debian 的包吗？我们的环境是 x86 的架构吗？如果是的话，我们就可以直接使用官方分发的 RPM 和 Debian 的方式安装。如果这些的问题都是否定的话，或者我们更倾向于使用源代码编译的话，我们也可以用源代码编译的方式去安装部署。那如果我们恰好也使用 Ansible 去维护这种二进制包的部署的方式，我们可以考虑用官方提供的 Nebula Ansible 方式，直接去使用它的 Ansible 的封装。以上就是我们 Nebula Graph 社区所有的分发部署的方式的选择的流程。好，谢谢思维的介绍。那么关于你上面说的 Nebula 不同的部署方式，对硬件的要求都一样吗？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对于硬件的要求，其实与部署方式的关系并不大，而是与部署使用的目的有关系。如果我们是测试环境，并且并不是要测试性能的话，一般来说最小4个 CPU、8G 的内存就足够拉起来一个集群。但如果是生产环境的话，计算的资源和数据量呢是息息相关的，所以我们可以参考官方的文档进行相应的配置的规划。另外要值得注意的就是生产环境，我们推荐是使用 NVMe 的 SSD 作为存储。好的。那你的意思是，其他的磁盘就不可以吗？如果是生产环境，像其实比如我们用云原生的 Kubernetes 的部署方式的话，SSD 的 volume 本地的 volume 肯定是最好的。那其实也可以为了更云原生，可以使用 SSD 后端的云盘。但是如果是其他的环境，比如说用 Docker Swarm，或者是用裸机或者是虚拟机直接去部署二进制的话，那很自然的我们就应该用本地的磁盘，因为这样才有更好的性能，而且在那种条件下也比较自然。如果是测试环境的话呢，比如说你的测试的服务器里边原来就是 HDD 的硬盘，或者你是想在你的笔记本里边拉起来一个开发或者是调试的环境的话，那硬盘就没有硬性的要求，你是可以拉起来一个环境，然后做正常的部署和操作的。理解了。也就是说，如果是学习测试的话，因为 HDD 是没有太大关系的。但是如果是上生产的话，我们还是会建议 SSD。对的。好的，那下一个问题就是关于操作系统，就是我们现在都支持Nebula 都支持在什么操作系统里部署呢？然后像Mac 和 Windows 的区别又是什么呢？我们 Nebula Graph 的二进制理论上只能跑在 Linux 环境里，但是如果你是测试或者开发调试的话，
借助于很多现代的工具，你也可以在现代的操作系统里边运行。比如说，你可以在 Windows 和macOS 里边利用 Docker Desktop 提供的那一套封装，你可以直接用它提供的 Docker Compose 拉起来一套环境，或者你可以用一些 hypervisor， 比如说 VirtualBox、VMware， 在你的桌面系统里边虚拟一套 Linux 环境，或者是 Windows 里面有 Linux 子系统。那在那个环境里边，你是可以直接跑起来我们的 Nebula Graph 作为测试和调试的目的来使用的。好，那我理解了，就是简单来说，就是我们是支持 Linux 系统，你只要保证不管是 Mac 还是 Windows， 只要能运行在 Linux 系统里，就都可以部署 Nebula， 对吧？对的。好的，因为大家的使用或者测试也好，最终的目的可能都是希望上生产嘛。然后我经常用户就会问我，如果是生产环境下，就是我们那个3个 workload， 有 graph、meta、storage， 这种放置有什么需要注意的？这个也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实际上，我们的 GraphD 是无状态的，你可以按需的去部署。那 StorageD 的话，我们推荐最少是3个，然后你可以无限的横向的去扩展它。MetaD 比较特别，MetaD 每一个都是 Raft 集选里面的一个实例，所以它必须要求总数是单数。那一般的数据量来说 ，Meta 保持3个就可以。好的，理解了。那我还有最后一个问题哈，就是生产环境使用的时候，到底是用KYS 云部署好呢，还是用本地的机器部署好呢？然后具体它们之间的差别又是什么呢？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实际上这个问题，就是它完全依赖于，运维或者是 SRE 的同事他们的情况。比如说，如果现有的运维的技术站完全是 Kubernetes 的话，那很自然就应该选用我们的 Nebula Operator 或者 Nebula Helm 去以 Kubernetes 方式去部署它。那如果现有的环境不是 K8s 的话，可以就是比如说用 Docker Swarm 或者是二进制的方式去部署。它们两者其实一般来说没有特别大的区别，就是主要是看你们现有的技术站的一些取舍。好的，理解了，就是说，在部署使用 Nebula 上面用2种方式，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主要还是看运维同学他们的 preference， 就是习惯或者是更倾向于哪一。对。好的，非常谢谢你的分享。那关于本期部署的选择就讨论到这里了。希望你们对 Nebula Graph 部署有所了解，并且可以选择到适合自己的部署方式。有什么问题可以在视频下面留言，然后我们下期见，拜拜。拜拜。